疫情缺席赛历2年以后，澳大利亚站终于要重新回归 F1 了。除了2006年和2010年之外，澳大利亚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办了自1996到2019年以来其余每一年的 F1 揭幕战。这里见证了汉密尔顿、阿隆索和莱克宁的职业生涯首战，也记录下了法拉利、布朗 GP 和红牛王朝的开端。所以在很多老车迷心中，澳大利亚站才是一个 F1 赛季真正的揭幕战。2016年，雷诺收购了莲花车队，宣布重新以厂队身份回归到 F1， 由此引发了一次车手阵容的大变动。莲花车队原先的2位车手格罗斯让和马尔多纳多都离开了车队，格罗斯让被进军 F1 第1年的哈斯车队签下，而马尔多纳多的赞助商和雷诺车队给出的合同发生了分歧，再加上他的实力也就那样，所以马球王离开了 F1 赛场。失去了2位车手的雷诺选择了全新的阵容搭档，他们首先签下了被迈凯伦抛弃的马格努森。这位在 F1 首秀就登上领奖台的迈凯伦新星，后来因为里卡多的赛车燃油流入发动机的最大速率违反了 F1 技术规则手册的规定，所以马格努森来到亚军的位置，创造了18年以来 F1 新秀首战的最佳战绩。但奈何他的队友是曾经的世界冠军简森巴顿，在首战的惊艳表现之后，马格努森再也没能跟上巴顿的速度，所以当阿隆索在2015年愤然离开法拉利加盟迈凯伦之后，马格努森沦为了迈凯伦的测试车手，直到2016年被雷诺签下，才再次成为正式车手。而雷诺的另一位车手是2014年 GP2 系列赛的冠军 Jolyon Palmer 乔利恩·帕尔默，没错，他就是现在 Palmer's Analysis 节目的主持人。而变更的不只有车手阵容，还有排位赛规则。2016年 FIA 为了让排位赛更加精彩，提出了一项排位赛大逃杀规则。简单来说就是 Q1、Q2、Q3 每90秒淘汰最慢的赛车，直到决出杆位为止。所以很多车队，尤其是前排车队，在做出一个差不多的圈速之后，就直接进 P 房不出来了，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或者给正赛节省轮胎。在当时梅奔一家独大的情况下， Q3 最后阶段争夺杆位的刺激场面也看不到了，赛道上也没有赛车了，杆位是在 P 房里决出的。所以这个赛制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在当年的巴林站赛后被取消。而这场比赛里，汉密尔顿在 Q3 结束前4分钟就领先队友罗斯伯格 0.3 秒锁定了杆位，第二排是季前测试中圈速领先梅奔 0.25 秒，排名1、2，有着东侧之王称号的2台法拉利，但维特尔却在排位赛落后汉密尔顿 0.8 秒，排在第3，基米落后1秒多，排在第4。去年的世界冠军，当年初露锋芒的维斯塔潘才18岁，在进入 F1 的第2年就开着小红牛拿下了第5的发车位，2台小红牛更是击败了2台大红牛，有2008年的感觉了。主场作战的里卡多创下了自己在澳大利亚排位赛的最差成绩，甚至比在小红牛时期都要靠后。希望开心果里卡多可以在主场弥补自己排位赛中的表现吧。再往后则是2台印度力量、2台迈凯伦和2台雷诺，新进车队哈斯排在第19和20。2016年的第一场 F1 正赛一触即发。顺着施瓦辛格的目光看过去，一台熄了火的大鱼雷，大红牛停在了赛道上，但这并不是主场作战的里卡多，而是他的队友俄罗斯车手科维亚特。他受到了大逃杀排位赛制的影响，没有足够的时间在 Q1 做出太好的成绩，排名第18被淘汰。而正赛又遇到了赛车电子系统故障的问题，只好退赛。科维亚特也从此开始了他倒霉的总裁生涯。至于为啥叫总裁呢？因为他总被裁，从大牛到小牛，最后连车都没得开，是马尔科大挪移的早期受害者。具体的故事我们可以在以后展开讲。黄灯闪烁，由于要把科维亚特的赛车挪开，所以又来了一个暖胎圈，58圈的正赛长度也缩减到了57圈。这一次比赛真的要开始了。误斩红灯熄灭，一台红色的跃马从2台银箭中间飞速窜了出来，是维特尔。而汉密尔顿的起步并不好，遇到了引擎空转，而罗斯伯格在1号弯受到了维特尔的挤压，锁死了轮胎，遭遇了转向不足，所以1号弯他走得非常大，不光关了门，还把这扇门狠狠地甩在了汉密尔顿脸上。汉密尔顿的前翼已经刮蹭到了罗斯伯格的左后胎，为了避免事故，他只好减速。身后的基米、维斯塔潘和马萨都超过了他，基米更是借着罗斯伯格走大的机会来到了第2。法拉利开局双车超梅奔，此时法拉利的 P 房里已经是一片欢呼。主场作战的里卡多起步一般，被霍肯伯格找到了机会超过。五铁雷斯的法拉利引擎出现了问题，掉到队尾。而马格努森在第1圈遭遇了爆胎，回到维修区换上软胎之后，出战已经被套圈了。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的轮胎配方的名称和现在并不相同，虽然都是5档硬度，但当时是5个固定的颜色：紫色的极软胎、红色的超软胎、黄色的软胎、白色的中性胎和橙色的硬胎。
到了2018年，还有粉红色的最软胎、蓝色的硬胎和橙色的超硬胎，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整齐。回到赛场，被套圈的马格努森还在汉密尔顿超越马萨的时候挡了他一下，但汉密尔顿并没有受到影响，在第3弯超过了马萨。里卡多这边也反超了霍肯伯格，来到车阵前方，维特尔已经甩开 Kimi 2秒了，但 Kimi 却被罗斯伯格追了上来。汉密尔顿也来到了维斯塔潘身后的 DRS 区，两台梅奔引擎对两台搭载着法拉利引擎的赛车展开了捉对厮杀。没错，当时的小红牛用的是法拉利引擎，但汉密尔顿对维斯塔潘一圈接一圈的追逐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反而自己的轮胎衰竭更厉害了。在阿尔伯特公园这样一条难超车的赛道上 ，undercut 似乎才是最佳解决方案。塞恩斯就在第8圈进站，准备 undercut 身前的马萨，所以梅奔要不要尝试 undercut 身前的赛车呢？在被里卡多超过之后，马萨一圈要比里卡多慢上 3.3 秒了，所以他必须对塞恩斯的进站做出回应，也进站了。他的队友博塔斯则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攻防表演。博塔斯排位赛在第11，但因为更换了变速箱被罚退5位，只能以第16位发车。3号弯走外线，轮对轮 ，GP3 冠军对 GP2 冠军，帕尔默没有给机会。5号弯、6号弯，博塔斯紧跟帕尔默。9号弯，博塔斯再次走外线，这次过去了。博塔斯来到第11位，而帕尔默已经没有了反超的机会。第13圈，罗斯伯格进站换上软胎，出站后正好惊险地卡在了霍肯伯格身前。紧接下来的一圈，维特尔就做出回应，他换上的是前一天排位赛 Q3 提前收工节省下来的全新超软胎。可见罗斯伯格的 undercut 策略非常成功，他追上了刚出站的维特尔。第3弯，维特尔守住内线，罗斯伯格没能超过去，但这也是罗斯伯格最后的机会了。维特尔的轮胎更新更软，不一会儿就拉开了差距。虽然没能超过维特尔，但罗斯伯格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 undercut 超过了 Kimi。追了维斯塔潘10多圈的汉密尔顿没有选择进站，他选择改变策略，但维斯塔潘进了。出站后遇到了糟糕的赛道情况，他被卡在了博塔斯身后。在换上新超软胎的里卡多超过了巴顿之后，博塔斯由于还没有换胎，在2个弯角之内接连被维斯塔潘和塞恩斯超掉，车阵前方就只剩 Kimi 和汉密尔顿没进站了。难道 Kimi 是想对标汉密尔顿的战术，所以才迟迟不进站吗？此时维特尔已经追到汉密尔顿的身后了，但汉密尔顿根本挡不住维特尔，在1号弯被轻松过掉。罗斯伯格追上来以后，车队告诉他把罗斯伯格让过去，但他似乎不愿意让位置给和自己采用不同策略的队友。罗斯伯格和维特尔进站都比较早，所以肯定是要2停的。汉密尔顿和 Kimi 都坚持了这么多圈，很显然是要1停吧。防维特尔被轻松超过，挡队友直到维修区入口。Kimi 和汉密尔顿同时进站了，汉密尔顿换上中性胎1停跑完，没问题。但法拉利你怎么给 Kimi 换了个超软胎？搞2停的策略是吧？但为啥让 Kimi 旧胎坚持那么多圈？你们在想什么啊？得了，这下 Kimi 落后罗斯伯格11秒了，就连再神的策略也挽救不回 Kimi 的位置了。不好，一辆哈斯停在了沙石地里面，是自己滑出去的吗？不是，只见还有一辆被摔成了一坨碳纤维碎片的黑色赛车窝在护墙边上。阿隆索从这坨赛车里安然无恙地爬了出来，并且向观众示意。古铁雷斯也第一时间确认阿隆索并无大碍。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3号弯，古铁雷斯刹车刹得太早了，而且他的注意力又在右前方的弯角里，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阿隆索在飞速逼近。阿隆索也没意识到古铁雷斯提前刹车，他躲闪不及，撞上了古铁雷斯的左后轮，又撞碎了50米板。随后以每小时300公里的时速腾空而起，在空中翻滚了几圈后砸到了护墙上。阿隆索承受的最高冲击力达到了41G。对车手撞击所承受的坠力有质疑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下 F1 车手的安全保护措施，比如说 HANS 头枕和碳纤维单体隔车身等等。相信经过充足的了解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可不是41倍自重的东西砸到自己后脖梗子上那么简单粗暴，也无法等量带入战斗机飞行员所承受的纵向 G 力。本期视频就不再赘述了。现在 F1 已经把车手保护得非常好了，这避免了很多诸如维伦纽夫和车神塞纳那样的事故，也让阿隆索安全地从这滩 GP2 engine 里面爬了出来。这次事故唯一的安全隐患就是阿隆索赛车上摇摇欲坠的车轮，如果真的从悬挂上脱离下来，就很有可能飞到毫无防备的观众当中去，造成极大的危险。当时还是 Halo 系统被时装到 F1 赛车上的前几年，两位解说 David Croft 和 Martin Brundle 还在讨论 Halo 会不会把阿隆索困在车里。而 Martin Brundle 之前也是一位 F1 车手，他在首届澳大利亚站上相同的位置就发生了和阿隆索相似的事故。不过现在看来，所有人都逃不过对 Halo 系统的真相定律。
果不其然，安全车出动，所有采取一停策略没进站的赛车都进站换胎了。但很快赛会就出示了红旗，因为赛道上的碎片实在是太多了。像刚换好轮胎的汉密尔顿等一众车手就吃了大亏，因为红旗期间是可以换胎的，尤其是汉密尔顿只剩一套全新的中性胎了。不过这次红旗倒是救了策略昏厥的 Kimi 车组一把，给了法拉利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里卡多和格罗斯让因为早早换好了轮胎，所以捡了大便宜。里卡多不声不响的来到了第4，格罗斯让则是从第19来到了第9。I remember everything, unfortunately. You know, it will be nice to delete it, but yeah, it was quite slow in the car. You know,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You know, because you are flying and you are bouncing around, and you see the sky, then you see the ground, you see the sky, and you know exactly where you are, and you keep moving. You want to stop. Then the car stopped. I saw a little space to go out, and I said I go out quickly. And my mom will watch TV, so I want to be out quite quickly and say that I'm okay. But it was quite a big. 在短暂的红旗过后，比赛重新开始，三头牛缠在了一起，但里卡多守住了位置。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法拉利再次和梅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维特尔和 Kimi 为代表的车手认为中性胎撑不到比赛结束，所以换上超软胎准备再进一次站。但以罗斯伯格和汉密尔顿为首的车手不这么认为，这就意味着维特尔至少要拉开罗斯伯格一个进站窗口，也就是差不多24秒的距离才能确保胜利。所以法拉利作为领先的一方，为什么不优先选择和梅奔一样直接跑完比赛的策略，而是尝试更激进的做法呢？为什么呢？你们就这么确信中性胎跑不完剩下的37圈吗？2圈过去了，维特尔1圈只比罗斯伯格快 0.2 秒。法拉利正在亲手葬送2位车手所拼来的好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第23圈 ，Kimi 拖着冒烟的 SF16H 进站了，原因是涡轮故障。好在澳大利亚站的马修眼疾手快扑灭了火苗。这下场上只剩下了一台法拉利赛车。没关系，本来就没指望法拉利这个赛季能赶上梅奔，能保一个分站冠军也不错。Kimi 退赛后，里卡多来到了第3名的位置，但他和身后的维斯塔潘、塞恩斯换上的都是软胎，也跑不完整场比赛的。所以里卡多想要保住领奖台，只能指望2台小红牛能多挡汉密尔顿一会儿了，但可能性几乎为0。第31圈，巴顿成为了第一个进站的超软胎车手。下一圈和老汉斗得不亦乐乎的塞恩斯也进站了，他用的可是软胎啊。维斯塔潘也进了，但是车队没有准备好，耽误了大把时间。How many times I said I have problems with the tires? I wanted to pit first. 出站之后，维斯塔潘掉到了塞恩斯身后，而塞恩斯被佩雷兹挡住了，但很快就超了过去，两个人都损失了大量位置。这么看来，维特尔是不是也该进站了呢？由于澳大利亚站是在当地时间下午举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赛道温度会逐渐降低，会越来越脱离超软胎和软胎最佳的工作温度区间，所以换上中性胎，尽快超过汉密尔顿，祈祷罗斯伯格在最后时刻爆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维特尔此时的优势只有 1.6 秒了，让我们提前恭喜罗斯伯格获得2016年澳大利亚站的冠军。而汉密尔顿在没有了维斯塔潘和塞恩斯的阻挡之后也跑得飞快，这样看来维特尔很有可能还会把位置输给汉密尔顿。第33圈，维特尔进站了，是软胎左前轮。哎呀 5.6 秒，看来法拉利今天是死也不愿意换上中性胎啊，他们还想争取一下亚军。维斯塔潘这时候追上了塞恩斯和帕尔默，三个人开起了小火车，谁也超不过谁。但维斯塔潘着急了。Can I try to get fast? Yes. Let me try because this takes too long. Let's do it. Come on,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车队也告诉塞恩斯 I am pushing. Don't tell me to push. Yes, otherwise we will swap next lap. 不论他们两个人的法拉利引擎怎么尝试，就是没法超过雷诺。难道这就是2017年小牛改用雷诺引擎的真正原因？2圈之后，塞恩斯终于在1号弯超过了帕尔默，而维斯塔潘只用了2个弯角也超过了他。看来维斯塔潘这么着急让塞恩斯让位置是有理由的，他的确比塞恩斯快。超过了帕尔默之后，哥俩又追上了博塔斯。博塔斯身前是霍肯伯格和格罗斯让。在 Kimi 退赛，塞恩斯和维斯塔潘进站之后，格罗斯让开着刚刚进入 F1 的哈斯来到了第6。他们3个已经开了23圈的火车了，谁也超不过谁。The whole race I'm in front and I'm pulling away, and now you don't have me pass. It's a choke, really. 年轻的潘潘显然是着急了，第11弯走大了，救了一把车。
最终焦躁的维斯塔潘一头顶上了塞恩斯的屁股，锁定了自己第10名的位置，还是为自己的年轻交了学费。里卡多挡不住汉密尔顿的攻击，并没有做防守，用软胎撑了23圈之后也进站了，换上超软胎出站掉到了马萨后面。不过很快他就凭借着轮胎的优势追上了一跑到底马萨，在主场观众的欢呼声中来到了第4位。第52圈，随着汉密尔顿的一脚锁死，维特尔追了上来，他将用轮胎的优势对亚军的位置发起冲击，但是跟了汉密尔顿4圈过后，维特尔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第56圈，维特尔在15号弯锁死了轮胎，冲到了草地上，法拉利最后的希望也随着维特尔这一滑消失了。在完美开局的情况下，法拉利由于策略、赛车稳定性和车手的种种原因，把冠军拱手让给了梅赛德斯。这是2021年之前一场经典的法拉利式大奖赛。无论开局多美妙，总会有一些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使法拉利痛失好局。所以今年法拉利不论赛车还是策略都支棱起来了之后，我觉得有必要给法拉利一口毒奶，不要忘记前几年的教训，不要负升级，给我挺住。最后恭喜罗斯伯格拿下2016年的揭幕战。 Yes, well done, good job. Yeah! 梅奔的策略组也再次向我们展示出了他们在逆境中的稳健与冷静。里卡多在主场成功逆袭，虽然没能登台，但我想所有人都会对里卡多的表现感到满意。而格罗斯让当了32圈的火车头，挡住了霍肯伯格和博塔斯的攻击，帮助哈斯车队在首场比赛不光拿到了积分，还取得了第6名。和布朗 GP 收购其他车队不同，哈斯完完全全是自己组建起来的，所以首战得分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就像当年的丰田一样，在小车队生存愈发困难的情况下，哈斯的出现无疑让所有人眼前一亮。Checkered flag, Ramon, checkered flag. Absolutely amazing, dude. Guys, listen to me. This is a win for us. This is a win. Unbelievable for everyone. Unbelievable. I don't even know where we finished. Unbelievable. 维斯塔潘在比赛最后阶段一圈追塞恩斯 1.5 秒排在第10冲线，在赛后他也受到了很多批评。由于在比赛中不停跟车队碎碎念，还公然骂车队的指令是笑话，所以天空体育讽刺他是个易怒的青春期少年。维斯塔潘也在赛后向车队进行了道歉。阿隆索这边没有大碍，可以继续参赛。赛会认定这起事故是 Racing Incident 比赛事故，并没有对古铁雷斯进行处罚。头哥也没有责怪古铁雷斯。最重要的是，感谢现代科技让头哥可以安然无恙地走出赛车。2016年的澳大利亚站也是第一场引入最佳车手投票的比赛。得票最多的居然是哈扬托，但这场比赛哈扬托遭遇了机械故障，在比赛红旗期间退赛了，完全配不上这个奖项。赛后 FIA 发现投给哈扬托的票存在大量的刷票行为，所以最佳车手的奖项顺延颁给了第2位的格罗斯让。这个哈扬托呢是马诺车队的青训车手，也是第1位印尼 F1 车手。开了4年的 GP2， 最好的成绩只有第4，通过马诺车队提供的300公里测试才拿到超级驾照。他的成绩和队友维尔莱因相比可差得太多了。维尔莱因开着马诺牌拖拉机拿到了宝贵的1分，但哈扬托却经常掉车尾，甚至在摩纳哥被套了4卷，而且他身上还缺乏赞助，对一贫如洗的马诺没有丝毫的帮助，所以2016赛季只跑了12场就被奥康替掉了。这场比赛也是我认为自混动时代以来最一波三折的 F1 揭幕战。今年赛会修改了阿尔伯特公园赛道1、3、6、13号弯处的弯心，提高了过弯速度。这个第13号弯原来其实是15号弯，因为8号弯之后的2个低速弯角被取消了，这就导致了阿尔伯特公园赛道破天荒的拥有4段 DRS 区，同时加宽了维修区通道，把维修区限速从60千米每小时提高到了80千米每小时，进站窗口从24秒缩短到了20秒。提供了更多策略上的可能，为了增加超车的机会，可谓是煞费苦心呢。那么在火星组赛车实力更加接近，跟车更加容易的今年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